阿印送洋洋上幼儿园了。老太太小心地摸了摸大曾孙的小脸，说道：“宝宝叫什么名字？你夫妻俩想好了吗？要不就让我们帮宝宝取名。”老太太心痒得很，儿子的名字都是她取的，孙子们的名字也是她和老头子一起取的。到了大曾孙这里，她尊重长孙夫妻俩，便让小俩口给孩子取名，她不抢那个权了。海童答道：“战印还没有决定，我取名费，不知道取名什么名字好，让他取吧。目前孩子还小，先叫宝宝，等决定好名字了再叫名字。也不着急，慢慢想，这才出院回家几天呢，不着急。”海童觉得自己出院回家好久了，但真正算日子，的确是才几天。姐姐已经回了江城，那边工作忙，大姐这个家主不能长期离开。姐姐说等到宝宝满月时，她再回来。凤晴在外面度蜜月，她也和海童说了，满月时她会带着方瑶回来喝满月酒。奶奶战远和欧阳小姐回去了。海童洗了脸出来，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准备享用她的早餐。这个时候婆婆敲门进来，婆婆手上也端着一个托盘，托盘上面放着一碗汤。她边进来边对海童说道：“童童，你刚开始吃早餐吗？你奶奶送早餐上来时，这汤还差点火候，现在好了，妈给你送上来。”“谢谢妈，我刚想吃，妈吃过了吗？”海童边说着边起身，想从婆婆手里接过托盘。唐君叶不用她接过去，叫她快坐下吃早餐。我们已经用过了，你快吃吧，这汤还滚汤，你等会儿再喝。唐君叶放下了托盘，将那碗汤端起来，放到海童的面前。儿媳妇出院回来坐月子后，唐君叶就一改之前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的习惯，每天都是天刚亮就起来了，亲自看着厨房给儿媳妇准备早餐，哪怕家里厨房的食材每天都是新鲜购买的，唐君叶都一再叮嘱食材一定要新鲜的。给大少奶奶准备的每天三餐一定要营养搭配均匀，每餐不要一样，免得海童吃厌了，没有胃口不想吃。好的。宝宝睡了。唐君叶也是想来看看大孙子的。战家从九少出生后，隔了10几年才迎来了长孙的诞生，唐君叶稀罕得很，一天要上楼几10次看他的宝贝大孙子。丈夫是当公公的，不宜进儿媳妇的房间，每天都叫他拍一下孙子的视频给他看看。唐君叶的手机里现在最多的相片就是大孙子了。刚才喂饱了就睡了，奶奶在里面看着他。唐君叶哦了一声，叫海童慢慢吃，他也进卧室看看孩子。说着，唐君叶扭身进了卧室。他刚进去，宝宝就醒了。小家伙醒来也没有哭，那双小腿使劲蹬，很快就蹬掉了盖在他身上的小被子。宝宝醒了，这双小腿劲儿真大。老太太看着小宝宝蹬掉被子，她并没有阻止。等到小宝宝蹬掉了被子，她才重新盖回去。看到唐君叶进来，她对儿媳妇说道：“君叶，快来看看这小家伙，小腿儿真有劲啊，蹬被子厉害着呢。”唐君叶凑过来就想抱起小宝宝，被老太太阻止。老太太说道：“他不哭就别抱他，让他自己玩会儿，他这么小哪里会玩。”唐君叶缩回了手：“妈，宝宝貌似不怎么哭，我都没有听到他哭的。隔了那么远，你哪能听到？阿印房里还有隔音效果，你又不是有顺风耳。况且阿印亲自照顾童童母子俩，他提前学习了那么多的带娃本事，宝宝在他的照顾下，要是老哭，那就是他那个奶爸当的不及格。”说完后，老太太就抱起了小宝宝。唐君叶忍不住说：“妈，你又说宝宝不哭不用抱，你怎么又抱起来了？我刚刚看他扁嘴，那是想哭了，就赶紧抱起来。宝宝，太奶奶抱抱哈，别哭哦。”唐君叶看着被婆婆抱起来的孙子，她的视线一直都落在孙子身上。孙子什么时候扁嘴了？婆婆是不让她抱，婆婆自己抱。刚出生几天的宝宝，就算醒来也是很快又睡着。
小宝宝被太奶奶抱在怀里，没2分钟就重新入睡。宝宝真乖，跟阿印刚出生时一样，阿印就不爱哭。唐君叶看着孙子一起长子出生时的情景，那是宝宝吃饱了饿的时候，看他哭不哭。阿印小时候也是吃饱喝足了才听话，饿他一下试试，能嚎得整个山庄都能听见。唐君叶，我没有太多的印象了，都过去了30几年，在我的印象里，阿印是个很好带的孩子。事实上，战印出生后几乎都是婆婆在带。阿印几个月大后倒是不爱哭，每次醒来就啊啊的叫，或者用力的蹬着婴儿床，发出响声引来大人的注意。检查一下他有没有拉，没有拉的话，那就是饿了或者想让大人抱他。那小子从小就是个聪明的，也看得出来他的性格属于稳重类型。长孙从小就表现出当大哥的稳重，遇事冷静又聪明，所以被他夫妻俩视为新的接班人，着急培养长孙。事实证明他们没有看错，战印性格就是那样，如今也能挑得起家族重担，将战氏集团经营得蒸蒸日上。老太太慈爱地看着怀里的小不点，感叹得道：我抱着小小的阿印仿佛是昨天的事，现在我就抱着阿印的儿子了，这时间过得真快啊。孩子们都大了，我们也老了。唐君叶轻摸孙子的脸、眉眼以及小手，怎么看都觉得不够看，嘴上说道：可不是吗？转眼间孩子们都长大了，结婚生子，为人父母了，我也当了奶奶，妈则是太奶奶。战远今年估计也能结婚，我就2个儿子，他们都成家，我这个当妈的任务也就完成。妈，谢谢您。唐君叶向婆婆道谢，她2个儿媳妇都是婆婆帮忙挑的，都不用她这个当妈的操心。有这么好的婆婆，那是她前世修来的福。谢什么呀？咱们婆媳几十年，就像母女一样。应该是妈谢谢你，给妈生了2个好孙子，现在妈又当了太奶奶。老太太拍了拍唐君叶的手，说道：你和老大只要照顾好自己，身体健康，就等着享儿孙福吧。你们到了妈这个年纪，也能儿孙满堂的。唐君叶笑：我若能活到当太奶奶，做梦都笑醒。怎么不能？活到80几岁，甚至90几岁都是可以的。你看费先生，他都快100岁了，还不是好好的。我看他现在跟着凤莹生活，精神更好了，说不定能活到100多岁。那是他开心了，他的心事已了，只需要含饴弄孙就行。阿印和阿远都是好孩子，你啊，就等着享福吧。咱们的宝宝现在是才几天大，不过时间过得很快的，弹指一挥间，他就长大了。老太太将小曾孙递给唐君叶这个当奶奶的抱着，等唐君叶抱过了孩子，她说道：就像阿印当年出生一样，不知不觉间他都30几岁了。唐君叶笑：是，我都听妈的，也会向妈学习，不操那么多的心，不多管闲事，放宽心，争取长命百岁。真的是越看越喜欢咱们的宝宝了，这小模样可俊了。自家的孩子那是百看不厌，也觉得是天底下最俊俏的宝宝。本来就俊，看阿印和彤彤，他夫妻俩的颜值都高，生出来的孩子不会丑到哪里去。隔上4、5年，叫他们拼个2胎，生个闺女，我能抱到曾孙女去见你公公也能瞑目了。唐君叶有点担心地问婆婆：妈，那个大师算得一定准的吗？阿印和彤彤真能儿女双全？我看彤彤孕期间，阿印紧张得很，生孩子时阿印更是紧张至极，她还肯让彤彤生2胎。说实话的，我也不想让彤彤再生2胎，我已经把她当成女儿来疼着，当妈的谁舍得让自己的女儿再受苦？唐君叶年轻的时候也和丈夫追生女儿，未能如愿，也看着妯娌们追生2胎、3胎，都没有拼到女儿。虽然他们生活条件很好，生完孩子后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，身体也康复得快，但并不能抹掉他们怀孕时的累。她内心也很想有孙女儿，
却并不想去催儿媳。傅姘生多少胎追生个女儿。老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：大师算得肯定是准的，不过生不生二胎看他们夫妻俩吧，咱们当长辈的随缘了，不催他们。以后我们也少在小辈面前唠叨生个女儿的话，这是顺其自然。他也心疼孙媳妇们，阿印这一辈有兄弟9个，几率会大很多，所以我们顺其自然吧，真不能如愿，把媳妇当姑娘来疼着也是一样的。老太太既是宽慰自己，也是宽慰儿媳妇。妈就一直把你妯娌3个当成女儿来疼爱着，咱们婆媳不就相处得像亲母女一样。海童吃完了早餐走进来，婆媳俩看到海童进来，立即停止了这个话题，不想给海童添加压力。传出去，别人也会说他们当婆婆的不心疼儿媳妇。这第1胎才生了几天呢，就开始想着让人家生2胎追生闺女了。奶奶妈，海童不知道婆媳俩聊了什么，她进来看到2重婆婆的视线都交在孩子的身上。家里长辈都疼孩子，就是2个婶婶也是1天来几次看宝宝。她的儿子很幸福，是集万千期待中出生，又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等小家伙稍大一点，她得严肃点，管好儿子，担心大家都宠着小子会宠坏了。她可不想儿子变成2世祖。这样的话，海童不会说出来，只是心里那样想着。彤彤吃完了，吃饱了吗？今天的早餐可合胃口？老太太慈爱地问道。在海童走过来时，她还起身要让位置给海童坐。海童快步上前按住老太太，让老太太坐着，她站着。吃饱了，家里的饭菜很合我胃口，奶奶，我现在胃口好得很，比我以前还要好。本来就是个吃货，现在更能吃，我都怕出了月子我会胖上10几斤。老太太笑道，那是你要喂养宝宝才会饿得快，能吃，不会胖那么多的，出了月子后你再锻炼一下，很快会恢复你苗条的身材。唐君叶接过话来，你要是担心月子里胖了，妈让阿印也多吃点，让她吃的比你还胖。海童扑哧的笑，婆婆真好。哇哇，小宝宝醒了。唐君叶连忙哄着孙子，可能是饿了，刚才他没有吃多少就睡了，总是这样，一喂他开始就猛吃，吃有半肚子就睡觉，放他睡吧，睡不了多久又哭吃的。海童从婆婆怀里抱过了儿子，检查了一下后说道，原来是拉了。他将儿子放躺在床上，拿过尿不湿，熟练的帮儿子换掉脏的湿不尿，嘴上说道是个爱干净的，脏一点都不肯。哭闹帮他换掉，干干爽爽的就不哭了。爱干净好呀。老太太笑着，真像他爸。战印婚前是有轻微的洁癖的，就是现在依旧有轻微的洁癖。换上干爽的尿不湿后，宝宝开始找吃的，他不哭，就是头往妈妈这边歪过来，张开嘴想找吃的。海童抱起他喂他，老太太便说道，彤彤，你喂完宝宝就休息，别坐太久，也别玩太多的手机，月子里头一定要休息好。我和你妈下楼去了，不打扰海童母子俩休息。好。老太太婆媳俩走了，他俩在楼梯上遇到了2太太和3太太，2人是想来看看海童母子俩的。见到婆媳俩，2太太他们停下脚步，妈，大嫂，彤彤睡了。老太太说道，在喂宝宝，我叫他喂完了宝宝就带宝宝休息，你们俩等中午吃饭的时候再去看宝宝吧，让彤彤也能休息休息。大家都去看宝宝也会影响海童休息。2太太和3太太只能嗯了一声，跟着老太太一起下楼。却说战印送洋洋上幼儿园，在幼儿园门口遇到了周红林。周红林刚好送一位乘客过来，在幼儿园附近下车后，他暂时不接单，将车子停在幼儿园门口，然后在这里等着战印送洋洋过来。海童生了之后，送洋洋上学的基本上是战印。他摸清楚了战印每天到幼儿园的时间。战少，洋洋。等了好一会儿的周红林
看到儿子后，欢喜地叫喊了一声，快步走向两人。洋洋也很开心，牵着他走的战印适时地松开了手，洋洋便小跑向爸爸。周鸿林抱起他，不停地在他脸上亲。洋洋搂着爸爸的脖子，开心地问：“爸爸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爸爸是在这里等我的吗？”周鸿林笑道：“是的，爸爸在这里等你的。”爸爸，小弟弟好可爱哦，你要对小弟弟好哦。洋洋点头，那是肯定的，他是我小弟弟吗？爸爸，我妈妈以后也会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给我的。周鸿林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很快恢复常态。他笑道：“哦，是吗？那洋洋就是大哥哥了，都要疼爱弟弟妹妹哦。你妈妈以后要是生了弟弟妹妹，你要帮妈照顾好弟弟妹妹，因为你是大哥哥了。”洋洋懂事的点头。爸爸，为什么你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呢？周鸿林又是一怔，他想起了他和叶佳妮的孩子，那个孩子与他无缘呀，没来得及出生就胎死腹中。虽说他和叶佳妮后来闹得厉害，感情也是破裂了，但那个孩子也是他的骨肉，都是他的错。他害了叶佳妮，也害了自己的孩子，更害了海玲母子俩。如果没有发生那么多事，叶佳妮肚里的孩子能够平安出生，如今也有2岁了，爸爸有洋洋就够了。那些事周鸿林不想告诉儿子，洋洋那会儿也就2、3岁大，大人之间发生的事他不清楚也记不住。爸爸，我会永远爱你的。洋洋嘴甜得很，他觉得妈妈以后会和陆叔叔给他生妹妹，但爸爸不会再生弟弟妹妹，只有他了，他就要多爱爸爸一点。周鸿林宠溺地道：“爸爸也会永远爱着洋洋。”到了门口，他不舍得放下了儿子，摸摸儿子的头，说道：“跟老师进去吧。”洋洋扭头向战印挥手，说道：“姨丈，再见，下午要来接我哦。”战印微笑的点头。洋洋又向爸爸说了声再见，才跟着老师进去。战印没有近前，看不到洋洋的身影了，他转身就走。战少，周鸿林赶紧叫住他。战印顿住脚步，扭头问他：“周先生还有事？”“我给海童买了点布品，在我的车上，我去拿，给你带回去，给海童补补身子。”战印想说他的老婆什么都不缺，话到嘴边又咽住。算了，这是洋洋爸爸的一点心意，他收下吧。给不给海童吃是一回事，收下了也能让周鸿林安心点。他们之间也无法真的断绝来往，毕竟还有洋洋夹在中间。为了洋洋好，他们都会包容着周鸿林。现在的周鸿林比起几年前要好很多，至少是真心疼爱洋洋的了，不再像以前那般只会逗一逗孩子，并不是真心疼爱儿子。经历过生死，失去过太多，悔恨太多，终于学会了珍惜。为了学会珍惜，这付出的代价有点大啊。周鸿林从车上拿下他昨天买好的营养品，拿过来交给战印。洋洋多得你们照顾，太麻烦你们了。周鸿林感激地道。战印淡淡的道：“我姐将洋洋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当然会照顾好他。你也不用担心洋洋，安心上你的班。开车要小心点，累的话就休息休息，不用太拼。洋洋的抚养费，周鸿林会按时支付。他现在挣钱，除了养儿子就是还房贷，其实过得有点紧巴。我会的，谢谢战少。”战印点点头，走了。目送着战印离开，周鸿林好一会儿才上车。离开了幼儿园，他依旧没有再接单，而是去买了点东西，去探监。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探监。好一会儿，叶佳妮被狱警带过来了。见到周鸿林，叶佳妮怔了怔，大概是没想到周鸿林突然来看他吧。他坐下来后沉默了片刻，在周鸿林反复示意他拿起话筒，他才拿起了话筒。佳妮，你还好吗？周鸿林轻轻地问。叶佳妮苦笑，眼睛红了，泪水开始不受控制，地滑落，泣不成声。周鸿林看得很不是滋味，他连声安慰他，叫他不要哭。
探监的时间是有规定的，他们要抓紧时间说话才行。我给你买了点生活用品过来，也带了点钱过来给你用。周红林说道，你好好改造，争取减刑，早点出来，不管要等多少年，我都会在外面等着你。我现在收入是不高，不过我每个月都会存一点钱，等你出来了，咱们也有点钱可以过生活。佳妮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，都是我的错。周红林愧疚地道歉。叶佳妮勉强地平复了心情，哽咽地道，我会的，我在里面也很努力改造的，你在外面也要注意身体，不只是你的错，我也有错，当初我贪图太多才会犯下大错。坐了2、3年的牢，叶佳妮的怨气、恨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落得如今的下场，不仅仅有周红林的原因，也有她的原因。当初她明知道周红林有妻有子，她还和周红林在一起。知三当三，嫁给周红林后，看到海玲离婚后日子越过越好，她也嫉妒，又弃婆嫁人，两面三刀，她渐渐就成了个怨妇，最终犯下大错。在她捅伤周红林的时候，她是希望自己罪上加罪，能被判死刑的。当时她也真的想死，活着太苦了，她想死，死了就解脱了。但周红林出了谅解书，原谅了她的所作所为，她最终没有被判死刑。周红林还和她说会一直等着她，不管等多少年都会等。她进来后，她的娘家人都不来看她，怕是连提起她都不愿意吧。没想到她和周红林走到今天，愿意等着她出去重新生活的人还是周红林。